小伙伴们，你们会骑自行车吗？会的打1，不会的打2，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不是大熊闲得慌，而是被使用了排除法。大熊也想求得自行车之旅1票，可大熊不会骑呀。小夫也算够意思，你能追得上就来呗。看着媳妇儿被拐走，大熊破防了。回到家中就让老妈交出自行车，那可是老古董了。自从买来就直接关进了仓库。大熊蓄势待发，骑着大熊的骑行技术简直离谱，老妈也是无语了。蓝胖子决定当奶妈。俗话说眼不见心不乱，可大熊膀胱一扫，仿佛新手上路，直接送了人头。蓝胖子也无奈了，听说媳妇儿被人拐走了，大熊还使出了最油腻的熊猫手法。蓝胖子只好拿出44元3轮车。大熊惊了，3轮车呀，3轮车，多一个轮就多丢一份人。但这可不是普通的3轮车，还配有闹钟和铅笔刀。大熊都被这种奇葩高配惊呆了。眼看大熊不领情，蓝胖子只好回收道具。可大熊还想再抢救一下。大熊人小力量大，250斤的胖子说载就载。可大熊忘了问小伙伴们去哪儿。这种情况就需要使用车子的高配了。按下第1个按钮，车镜长出了猪鼻子。蓝胖子拿出取物包包，大手一掏，就把胖虎的书包拿了过来，要一味寻人。猪鼻子一通嗅，一声长啸，这就找到了小伙伴们行进的方向。鼻子一边嗅，大熊一边骑。路过公园还被宝宝嘲笑。大熊本想快点逃，可一个刹车，就假装别人看不到自己。原来是遇到了同学，生怕自己原地社死。但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车子可以进入4次元空间，达到隐身效果，这样就不再丢人了。按下变速键，大熊化身神行太保，秒行100米。可飙车有危险，眼看要送人头，竟然穿了过去。原来这也是进入4次元世界的功劳。大熊还想更刺激点，拉起手柄，化身电动小马达，表情都被吹失控了。就这飙车的速度，绝对能帮自己扳回一城。大熊穿过隧道，可亮光后的出口竟是一片冰天雪地。蓝胖子还在欣赏美景，可总感觉这路线是走错了。果不其然，胖虎没找到，虎爸倒是有一头，只因为在虎爸的行李箱中有虎子的陈年老袜，这得多酸爽才会把胖虎跟虎爸给搞混。蓝胖子赌上被袜子熏死的危险，让猪鼻子再秀一次，隐身之后再次上路，穿过山间大道，走过山内小路。可因为速度太快，都超车了，也不知道超的是谁的车。将车放慢速度，可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1条。大熊一跃而出，就走了下山捷径，再次跃出，冲起千层浪。死里逃生的大熊觉得蓝胖子的2手道具不靠谱，可就算跑车也怕新手上路啊，生怕大熊感冒。蓝胖子掏出暖风机，感觉好极了。再次翻越千山万水，终于发现了目标。大熊决定来个出其不意，大变活人，骑到小伙伴们的周围，正巧碰到长舌妇在吐槽大熊。大熊气得就要原地显形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蓝胖子的2手道具又坏了，大熊整个人都不好了。眼看聚餐开始，大熊却无法现身，小白嫖饭团却伸手掏了个寂寞。游戏时也是个空气人，就算挡住了摄像头，照片中也是他人。众人踏上返程之旅，回到空地，一个石子，3轮车竟然好了。帅气时没人看，尴尬时人人看，就连小宝宝都前来补刀。大熊还不如在家睡觉呢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狂风暴雪，生命垂危，如果只能活一个，静香希望这个人是大熊。难道2人要奔现了吗？静香一滴泪，小伙伴们8方支援。小夫更是要用钱怒砸1000朵玫瑰讨静香欢心，才不管大熊绿不绿，能有钱解决的事，在财大气粗的小夫这里就不算事儿。原来静香想去滑雪，但爸妈有事去不成了，本想让蓝胖子出手，可金西猫也怕冷，眼看要输给小夫，大熊慌了，觉得自己失恋了，连媳妇儿的梦想都不能实现。为了小学生的爱情，蓝胖子只好拿出庭院套装。大熊都惊呆了，这是要玩过家家吗？但蓝胖子却要在这里造个滑雪场。绿树木逐渐被组装，大熊挂上缆车，再弄点圣诞树。蓝胖子拿出机器，来个人工降雪，滑雪场雏形就完成了。但大熊并不满意，挑给媳妇儿的可是独一无二，拿来锅碗瓢盆，就要跟媳妇儿来场爱的滑雪。静香高兴坏了，虽然迎来了小两口，但大熊却带来一个噩耗，自己不会滑雪呀。但蓝胖子有人类遥控器，为了不让静香发现秘密，蓝胖子竟迷晕了少女。大熊都惊呆了，就被反手一喷昏了过去。当2人再次睁眼，已出现在滑雪场。静香一开心就说起了情话：熊，我昨天去输液了，输的都是想你的液。静香拿起工具，腰瘦了，刚才那个不会是传说中的秃头大脸怪吧？
蓝胖子吓得也是四仰八叉，只好用透明斗篷装隐身侠。大雄两人来到山顶，起了静香突然呐喊，蓝胖子只能用拙劣的演技配合静香呐喊的回声。静香滑得优雅，大雄只能靠提线木偶，不过还算不错。贫道虽能双人戏谑，空道就只能自掘坟墓。终于滑到了终点，大雄想来点刺激的，当个真男人，这样玩大坡道。大雄大脚一迈就是电动小马达，一个飞跃竟遇女帝老妈。蓝胖子慌了，声东击西忽悠走了老妈。不是提线木偶的大雄摔出内伤，你情我愿，大雄想更进一步，带静香来到了露天温泉。好巧不巧，红薯车路过，大雄只能忽悠媳妇儿是幻听了。静香人也单纯，脱了衣服准备泡澡。蓝胖子刚送走红薯车，静香就是一声惊叫，床单不慎落下，让滑雪场不见天日。静香怕极了，可下一秒，大雄你咋这么猴急呢？当场射死了，这锅还得蓝胖子来背。大雄再次回到滑雪场，可静香还气着呢。但心再铁的妹子，在浪漫下也不好再发火。猫中海王果然懂得多，两人再次踏上滑雪之路。可静香一个拐弯撞墙上了，大雄慌了，蓝胖子及时出手，可天敌不请自来。大雄怪蓝胖子做的有点过了，可蓝胖子毛都快没了。暴风雪不断疯狂地吹着，静香的体力也越来越不支，或许这就是真爱。静香希望大雄可以活下去，露出最后一抹微笑，就再也没有了回应。大雄找来茶碗为静香挡风，可就算喊破嗓子，也没得到蓝胖子的回应。静香越来越危险，大雄只能自救，用自己单薄的臂膀撞击墙壁，一下两下，生死关头出英雄。随着一束光亮，大雄终于破墙而出，救出了静香。虽然差点命丧黄泉，但静香也终于认可了这个未来夫君。那么小伙伴们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媳妇儿跟老妈同时掉水里，小伙伴们会先救谁呢？评论区来走一波。又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候，大雄满脸严肃，难道是要厚积薄发了吗？难道试卷的那一刻，大雄笑了？原来大雄又打破了自己创造的记录。蓝胖子满心期待，可这刺眼的鸭蛋让蓝胖子说的不会话了。原来的大雄每5次考试就会有1次0分，但这次竟然10次才考出0分，进步成倍增长。大雄要跟老妈报喜，可考0分，这不是给老妈添堵吗？但蓝胖子还是要为这次0分来个庆祝。大雄都要等睡了，蓝胖子终于回来了，把蛤蜊香往地上一扔，就要请大雄吃去年刚出炉的铜锣烧。大雄都惊呆了，去年的铜锣烧，这不是明摆着害朕吗？可一口下肚真香，美食有了，现在就差点喝的了。大雄干完最后一口铜锣烧，来到院子，竟发现了蓝胖子的秘密。蓝胖子取出买好的蛤蜊香，这次竟是满箱的饮料，而且还是10年前的老款。原来蛤蜊香相当于时间胶囊，可以阻止时间的运动，所以会一直保持新鲜，而且不占空间，相当方便。大雄眯起大眼睛，就要把道具用出新花样，0分试卷往里一放，再也不怕秘密暴露被老妈打屁股了。此时老妈一声叹息，就算意志力再强的女人，也扛不住双12折上折的力度，一下子就成了剁手党。大雄化身大孝子，要帮老妈出谋划策，这个放里那个放里，通通都放里。接着大手一挥，蛤蜊香就找到了安家之所，甚至连私房钱都可以藏哟。大雄手捧蛤蜊香就要造福人类，岂料媳妇儿做人坦荡荡，没有什么小秘密。可大雄刚要走，静香却又有了。这是跟学霸的交换日记，如果藏起来，就不会被东亚醋王大雄发现了。静香终于可以放心了。至于小夫这里嘛，那可是个大工程，毕竟小夫穷的也只有钱了。这满满的金钱味的玩具，竟足足装满了5个蛤蜊香，随手一扔就能简单藏好，可隔香诱饵。小夫藏宝的样子被胖虎一览无遗。小夫也不是抠门之人，用巨量美食作为回报。大雄吃得正香，胖虎已杀到，眼看暴力强拆不管用，胖虎随手一扔，就歪打正着。但胖虎要的可不仅于此。窗外异响震天，小夫开窗一看，就看到胖虎满载而归。小夫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胖虎带足装备再次杀回，道具在手，玩具手到擒来。可周围的土地动了，上万只螃蟹高举钳子，摩前霍霍向胖虎。胖虎疼得一跳40米，可螃蟹臂力惊人，胖虎嗷的一嗓子，连宝物都不要了。原来这是守卫蟹，会攻击一切夺宝之人。岂料大雄一个手欠，
这成了下一个胖虎。老妈当了1天的主妇，现在又要去当主妇，可肉还放在蛤蜊箱里，但蛤蜊箱一开，老妈惊呆了。大熊吊着最后一口气回到家，却不见老妈的身影，厨房里没有，卧室里没有，哪里都没有。大熊膀胱一扫，竟发现自己的0分试卷掉落在地。社畜老爸回到家，只求吃上一口热饭，但老妈不在家呀。可角落的拖鞋让蓝胖子预感到了危险。八卦人八卦魂，老妈打开的蛤蜊箱果然是大熊的宝藏，大熊都惊呆了。老妈气得一个狡猾，竟给自己来了个土葬。知道了真相，蓝胖子决定挖坑救人，可大熊不乐意了，就说老妈自己死，无视老妈，老妈挂。如果2个只能活1个，大熊会救谁呢？